就像许博士，很感谢刚刚给我这么好的一个介绍。那我今天要给各位讲的这个主题呢，就是用全球的视角去看待伊斯兰的软实力。那我不像我爸爸，因为他是大使，他可能看的比较是政治层面的东西，或者国际观的层面的东西。我要讲的这个视角，比较是我个人经历的视角，因为我小时候在沙特阿拉伯长大，然后在大学的期间也在土耳其待过。所以我看到的伊斯兰的这个角度呢，比较是以生活层面的角度去看它，然后它对于我们的生活上的改变到底有什么样的东西？那我在开始演讲之前，我要做个免责声明，就是说我没有那个国际观，那个大学不是读国际关系，我也不是读政治，我是读这些那个社会学系的，我就只是读广告的，所以这比较让大家知道一下，我讲的数据不要太那个刁难我。那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说，软实力跟硬实力的差别在哪里？有在学就是经济学或是政治的人都知道说，硬实力呢就是武力。基本上我们在讲金融方面的东西，或是军事用品，或是领土这一层东西，都是硬实力。就像最近比较大家都知道，就是乌克兰跟俄罗斯这样的打斗，这种就是硬实力硬对硬。那在讲软实力的时候呢，就是比较是透过魅力的方式去吸引其他族群，而实力本身的用意就是说要来影响其他人，然后改变他们的想法，改变他们的行为，这是实力本身。那软实力的方式是透过它本身的文化魅力去影响其他人，所以可能透过唱歌啊，透过旅游啊，透过就是美食去影响其他族群。然后如果这样你可能还是比较不太懂的话，有更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有看过哆啦 A 梦吗？胖虎就是硬实力，对不对？他可能在场有些人可能没有看过哆啦 A 梦，但胖虎呢，他想要玩这个遥控汽车，他就是去抢小猪的遥控汽车。但胖虎呢，他没有软实力，他不会唱歌嘛，对不对？然后小三呢，就是功课很好，那个也很有魅力，大家都很喜欢他，所以他就是软实力。那软实力有几个东西跟硬实力非常之差别，就是软实力的资源非常难去量化，因为你很难去定义说，就是这个例如说一个国家的歌手，他到底影响多大，或是一个美食，它到底影响力多大，这很难去判断它，所以它有它的一些缺陷。然后可是呢，软实力它的渗透力非常强，也就是说它的影响力，它跟毒一样，它一旦进去以后，它可能就是用扩散的方式去做。那我这个今天的演讲呢，我会用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来讨论软实力，就是可能你们有些人如果有小孩在读国高中的话，你可能会知道他们很喜欢这种日韩文化，对不对？一定有很多人喜欢这日韩文化。那日韩文化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软实力，你会喜欢这些韩国歌手他的偶像啊，他的美食啊，他的连续剧啊，这种就是他的渗透力非常强的一个软实力。然后我也会把它跟伊斯兰去做比较。那虽然我今天要讨论的是伊斯兰软实力，但我今天也是有一个立场在，然后我会表达我的立场。那看看如果你不同意的话，我们也可以来讨论看看。我的立场就是，伊斯兰的软实力呢，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伊斯兰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软实力，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所以我们要讨论的话，先来讨论看看。好，那我要讨论的软实力呢，它首先来看待是说，伊斯兰软实力它的影响力用时间轴去看待它。所以我刚刚提到的日韩流行文化，你如果上网去查日韩流行文化它的影响力呢，以时间轴来看的话，是7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一个青年他从13岁一直到他20岁，是他消费韩国文化的这个流行文化最平均的时间值。那他可能20岁以后就去工作，他就不太在乎这个流行文化了。那日韩文化就像我说，它是最强大的软实力之一。但是以伊斯兰来讲的话呢，我们都是穆斯林，伊斯兰它的这个软实力对我的影响力就是我一辈子。所以如果我活80年，他对我的这个软实力对我的影响力就是80年。那有些人可能在玩儒教，那也是他入教以后，他这辈子都会被伊斯兰这个软实力给影响。好，那你可能会说，OK， 那基督教呢？刚刚你刚有提到说，目前基督教是全世界最大的宗教，它人数是最多嘛，20几亿。那为什么我不会说基督教软实力是全世界最强的？
原因有三，这也是我今天要讨论的三个点。这是我个人认为基督教没有的东西。然后我现在说，就是我没有在比较说伊斯兰跟基督教哪个强，我只说，这是我的立场是这些软实力是伊斯兰有，然后基督教是没有的。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语言。如果你听到语言的时候，就是伊斯兰的语言跟基督教的语言。基督教本身是圣经是希伯来文，是 Hebrew， 但是基督教本身并不会去研究希伯来文，因为他买中文的书或是买英文的书他就可以读，他不用去读希伯来文。但是伊斯兰教呢，我们在每天在礼拜，我们在跟别人打招呼，我们在讲一些祝贺的词，我们都一定会用阿拉伯去讲，这是我们伊斯兰在遵守的一个原则。然后，因为古兰经为什么一定坚持要用阿拉伯的原文来讲？原因是因为你在翻译的时候呢，一定会有它的含义会被影响到。你的翻译一些字句它不一样的话，它是会影响到原文本身的，所以你并不可能完全100%去把阿拉伯文把它翻成中文，它一定会有字句上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坚持一定要用阿拉伯文去读朗诵它。所以只要是穆斯林的话呢，我们一天礼5次拜一定都是用阿拉伯文去做礼拜。然后我们打招呼，像我刚刚开始说 Salam Alaikum， 我们就是用阿拉伯文去祝贺你平安，这是 Salam Alaikum 的意思。所以呢，全世界总共有27个国家呢，阿拉伯文是它的官方语文。然后呢，有4.5亿的人口，它的母语呢是阿拉伯文。但是呢，穆斯林总共有16亿的人口，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16亿的人呢，他们每天都会朗诵古兰经5次，因为我们做礼拜。对，所以这个差距是这样，它是4倍的差距。那我要你们猜猜看，这30万是什么意思？30万是讲某个国家的伊斯兰人口、穆斯林人口，你猜看是哪里？台湾，对，就是台湾。台湾总共有30万的穆斯林人口，那当然它有9成大概都是外国人，然后有1成是台湾本土。但是你想想看，台湾有30万个人，一天要礼5次拜，我们每天都会朗诵古兰经，然后也会就是祝贺大家斯拉马来古，这是他在台湾的影响力，光是在台湾本身。好，然后呢，这边讲一个也不是冷知识啊，就是古兰经呢，除了是一本宗教圣书之外，它也是一本教科书。怎么说呢？因为阿拉伯文它的最标准的文法，它的例句呢，都是从古兰经这边取得的。也就是说，一个语文学家，他其实不是穆斯林，他如果要研究阿拉伯文化，他一定是从古兰经去学的，因为古兰经的文法就是最正确的。这也是对我们说它的奇迹之一。因为我们的圣人穆罕默德·他其实是一个文盲，但是古兰经是从他那边来的，然后他的文法呢，却是阿拉伯文里面当中就是最标准的。那你可能会问英文，对不对？就是阿拉伯文还有它影响力，那为什么不会说英文是就是软实力最强？以某种程度上来讲，英文确实是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语言。但我必须说，以穆斯林来讲，阿拉伯文有我目前是抓四个阿拉伯文字呢，是它的影响力呢是英文没有的。哪4个字呢？这个4个字。第一个呢就是安斯拉马莱姆，就是我们祝贺这个词。你只要会安斯拉马莱姆这个字呢，你就能改变一个人对你的感觉。怎么说呢？假如说你的英文很好，然后你去土耳其哈，我觉得土耳其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你去土耳其，然后去个清真寺，你跟他说hello， 他就会说 hello， 然后可能会骚扰你一下，因为土耳其很喜欢外国人嘛，他就一直想找你聊天。但是呢，如果你去土耳其的清真寺，然后你跟土耳其说安斯拉马莱姆，你会看他的表情从困惑到变很开心，然后就开始狂跟你聊天，然后他会带你去礼拜，因为他知道你是穆斯林，他带你去礼拜，礼完拜以后他带你去他家吃饭，然后再喝茶，然后不尊重，就是要你做客。这就是土耳其人呢，他看到你是穆斯林呢，他对你的影响力。那这个是你光是讲 hello 会获得的一个影响力。所以安斯拉马利孔这句话呢，因为我自己在土耳其住了5年，我已经就是1个礼拜大概会经历刚刚讲的这个事情，就是非常多次。你只要去清真寺几次，你就会被土耳其人给招待几次，这是我可以作证的。那我想说，在座有在土耳其待过的应该都非常清楚这件事情。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呢，其他几个呢，比较是个人的一个影响力。例如说 ，Bismillahirrahmanirrahim， 就是我这个意思是指说以真主
知名去做某件事情。那我们平常可能在考试的时候要交考卷之前，我们会说伊斯兰，就是我把我所有该做的准备呢，都是按照伊斯兰的方式去做。那剩下呢，就托靠正主来给我获得我想要的结果。所以我们常常会说这句话。那他给我们的安定感是非常多的。再来呢是 inshallah 也是阿拉伯人非常喜欢。那个我们穆斯林也非常喜欢讲，就是如果真主愿意的话，这件事情就会发生。假如说我明天带我儿子去动物园，我就说 inshallah， 我不会说一定，因为是任何事都不会发生。所以这是我们的这几个字呢，是穆斯林非常常用的，而且你只要会这几句话呢，就是大家都会知道说 OK， 你一定是穆斯林，因为你会讲这句话。那最后一个这个词呢，我觉得是影响力最大的一个词，那就是 halal。然后呢，每次看到 halal 这个词，我就会兴奋，因为为什么？代表这个东西可以吃。那halal呢，它其实是不只是在讲食物本身。刚刚这边可能看到有介绍在讲说，台湾清真认证这些halal呢，他会讲。但halal这个东西，它本身不只是在讲食物啦，就是说我今天的衣服可以是halal的，或者说我今天做了某件事情是halal，或是银行，就是因为我们穆斯林不能有利息这件事情，那银行也是halal，它没有利息。那所以可是呢，一般主流在讲halal的时候，都是在讲食物。所以halal这个词呢，它的影响力非常大。我等一下也会讨论说，它到底影响力有多大，就是光这几个词。好，那因为讲到halal，我要讲到美食，这是第二个伊斯兰最大的软实力。然后这个软实力一样，就是伊斯兰呢有属于伊斯兰的美食，但是基督教，你如果说基督教美食是什么？就是大家可能会想到基督教是美食，但是伊斯兰教呢，我们是有属于我们自己的美食在。那它的美食呢，有分有形跟无形的美食。什么意思呢？有形的美食基本上就是因为伊斯兰的发源地毕竟是来自于中东，在从沙特阿拉伯那边，也就是说，只要是从中东国家来的美食呢，基本上都是清真，都是halal。所以我们在台湾如果看到沙威玛的话，基本上就是清真的。所以这是所谓的伊斯兰美食就是因为它只要是中东来的话，我们就可以吃。那我们来讨论一下国际美食有哪些国际美食？我相信在座各位很多人都可以品尝过这些美食，对不对？这是有一些人那个一天没有喝到一杯的话，可能会受不了，对不对？我以前也是这样子，所以那寿司，对不对？然后有像布斯布沙、炸鸡越南河粉这些都算国际美食。你基本上去美国、去法国的话，你都会看到这些美食。对，那它的影响力呢，和伊斯兰美食的差别在哪里？好，这个呢算是一个非常非常主流的伊斯兰美食。它有几个说法。第一个叫 döner， 土耳其文叫 döner。döner 是什么意思 ？döner 就是它是在转的意思。所以这一串它叫 döner。那它这一串呢，它延伸出很多的美食，例如说小瓦玛，小瓦玛就是 döner 出来的。那 döner 可能还有类似叫 iskender， 就是它把肉切开后放在面包上，然后也是有那个蔬菜在上面一排排。所以这个食物呢，算是伊斯兰呢，就是伊斯兰美食当中呢有到国际舞台的一个美食。它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呢？我们这边看一个影片哦，这个是德国现任总理，他刚开完会，然后他出来，德国人呢在他出来的时候在抗议，抗议说什么东西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影片。好，这位先生他在抗议，他非常不爽，他不爽什么东西？他说8 euro döner， 就是8块欧元的 döner， 也就是说他的通膨，他是拿 döner 去在看说通膨的严重性，因为原本好像是4、5块，我是忘记到底多少钱，但是他们说4块，所以原本 döner 是4块欧元，现在涨价涨到8块欧元，但是他们的美食标准，像在美国在看通膨的时候是看大麦克，他看大麦克的那个就是它物料涨多少，就只看它，就知道它通膨了。那在德国呢，它是看 döner 来评判它的通货膨胀标准，也就是说，真的是对他们来说也是国民美食。那除了在德国之外，在法国或是在比利时，像我小时候在比利时长大的时候呢，我们同学每次出去玩的时候，就是去吃 döner，就是
我已经吃到不想再吃了，但是大家还是很喜欢吃。对，所以它对欧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德国呢，麦当劳有1425家，然后呢，麦当劳有4万家，4万家，只是单单在德国本身，4万家是什么概念？全球的麦当劳也就4万家，所以光是在德国里面呢，它的卖沙威玛的数量已经超过麦当劳的全球数量，所以也就是它的影响力到底多大。那好，再来讨论一下无形的美食。无形的美食是什么呢？理论上来讲，伊斯兰并没有所谓真的属于我们的美食，因为伊斯兰教呢，它并不属于任何国家或地区，它只是发源于伊斯兰之地沙特阿拉伯，但它的美食呢，其实是只要有清真认证的，就是属于伊斯兰的美食。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一个汉堡，它是有打上哈拉的标志的话，那它就是清真美食。一个越南河粉，它有打上哈拉的标志，它就是清真美食。那它这个哈拉的影响力到底多大呢？我给你看一个例子，有看过这个迷因吗？有人知道这个迷因，可能年轻人比较懂这个，就是说明明两个东西都一样，它这个不要，它那个要，差别在哪里？你一盘沙拉连肉都没有，你没有哈拉的标志，但是你一盘沙拉你加了哈拉的标志，我就要。这是穆斯林呢对于清真认证的一个支持。所以呢，我平常在买饼干的时候呢，我看到有哈拉的标志呢，我可能就会去选择饼干。但即使是说它的食物本身可能本身就不会掺杂任何非清真的这个原物料，但是我们还是会去支持。或是牙膏，我买牙膏的时候，我看到哈拉的标志说，买一下好，这感觉不错。对，所以这是我们一般民生用品或者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看到哈拉的标志呢，它就会提高我们的就是刺激我们想要消费的这个欲望。所以它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特别台湾这些印尼的消费者，他们也是看到哈拉的标志，他们就会去支持。所以这个是一个只有属于穆斯林才会有的一个影响力。好，那我们在讲这个清真的这个标志呢，我在做广告或是品牌行销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它形容为一件事，它就叫做brand ambassador。brand ambassador 就像这样，这是韩国的一个知名团体。韩国知名团体它有跟那个百事达可乐在合作，对不对？百事达可乐一般人不会买，但它后来加上这个韩国偶像明星的照片上去以后呢，它的销售量激增，就大家都想要买。但就像我说的，它还是有时间的周期性。就是说，一旦这个韩国团体它不红了，大家就不会再去买，或者说他可能代言的那个年约那个就是费用太贵，那我就付不起，我就不买了。那他百事达就会退回原形。但是呢，以这个来说呢，哈拉它永远都会在，因为它就是这个标志就是我们的品牌代表。你只要加上了这个的话呢，就一定会有人去买，一定会有人去支持它。所以它这个以这个来说的话，它跟这个韩国文化的这个消费者它就是不一样，它是比较不一样。那最后呢，我要讲的是什么？伊斯兰的软实力呢？我觉得我个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它代表我们生活品质，或者是说我爸爸他喜欢说叫幸福的软实力。怎么说呢？我觉得生活品质影响的东西非常非常多了，但我们以台湾现在最重要的4个东西来讲一下。我觉得这是比较大家会有感，少子化、酒驾、安全跟孤独。这4个呢，我觉得对台湾人来说都是影响到我们生活非常重要的4个元素。然后我们来一个一个讲一下。少子化这件事情呢，在伊斯兰来讲，我们是非常有在鼓励要早结婚，包括我自己。刚刚可能提到我19岁就结婚，我现在快结婚10年，所以我虽然只有1个儿子嘛，就是他现在才2岁，但是因为以台湾平均年龄来讲，像我这样的案例比较少数，对。但是你看台湾如果穆斯林越多，台湾或许少子化问题就解决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或许会是解决方案。那我们来看一下，在伊斯兰国家的平均结婚年龄，我目前抓的是像卡达、沙特阿拉伯或是印尼这些国家，他们的平均结婚年龄是25到26岁之间的结婚年龄就是男女结婚。台湾几岁？有人知道吗？台湾平均结婚年龄差不多3334，对，3334，几乎快相差10年。这个10年是你可能可以生3个小孩，对不对？所以
而且以台湾来讲的话，我觉得甚至可能有更久啊。我看过很多朋友，他们都超过34、34、34还没结婚，所以我觉得他甚至可以日后可能会更高。那我刚刚讲到的酒驾，酒驾这件事情也是台湾人常在讨论的事情。酒驾呢，在加拿大跟美国是34、33嘛，这在讲什么东西？就是平均100人因为出车祸死掉的，有33个都是因为酒驾的关系。你想想看，100个人里有33个人是因为喝酒他就是死亡，这是酒驾的问题。美国33，台湾加拿大34，我忘记看台湾，但台湾应该数字也不会到说很低。但伊斯兰教我们是禁止喝酒的，所以根本就有这个问题存在。那当然还是有些穆斯林会喝酒，但是你基本上你出去见到穆斯林，他是不会喝酒。所以我们在伊斯兰国家里面，酒驾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太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就影响到生活品质非常非常多。然后呢，再来就是低犯罪率。身为一个穆斯林，我们在思考我们每天的所作所为的时候呢，我们虽然在伊斯兰有规定说我们一定要遵守当地的教规，也就是说我现在在台湾的话，我一定要遵守台湾的法律，确实没有错。但在台湾的法律的框架之下，还有伊斯兰的法律是我们要先遵守，而伊斯兰的法律呢，是比台湾的法律还要更加严谨。那包括像什么？当然杀人、放火这些事都是大罪嘛，对不对？但伊斯兰呢，有些大罪是你可能不知道的，例如说说谎，例如说背叛，这些的罪都是属于大罪，它是把它跟最严重的罪是放在一起。那这些是我们不能去做的事情。背叛就是我讲一个人坏话，他不在的时候我去讲他坏话，这个严重性呢是在伊斯兰里面是属于大罪的。那这些东西呢，都会影响到我们平常生活的品质，就是你可能因为你朋友。因为在台湾，我们也是就是很常会听到八卦，对不对？哎，他谁怎样，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朋友之间的一些关系，朋友之间的感情。那这间接也会影响到生活品质。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些东西都是会需要纳入考量之一。最后一个是孤独，我觉得孤独这件事情是没有被重视的一件事情。孤独呢，讲出来有些人会觉得丢脸，而且是现代人很大的一个，真的是很大的问题，但没有被重视。英国呢，在2018年的时候呢，政府成立一个叫孤独部门 （Minister of Loneliness）。你想想看，外交部、文化部、内政部，然后孤独部，也就是说，孤独这件事，它的问题呢是它是一个国家级的问题，所以它才会专门花钱去成立这个部门。孤独，那在台湾来说呢，也是非常严重。为什么？就是少子化。你一个长辈，你没有子孙。对不对？你可能也不太会，大家都不太喜欢出去，跟别人交流。那我再讲一下，就是说，孤独这件事，伊斯兰的面对方式呢，有很多的做法，有2个做法。我要来讲的是2个做法。第一个做法是，我们一天会礼5次拜。我们一天礼5次拜呢，就是跟真主去做交流。那礼拜基本上会做2件事，第一个是求饶恕，就是求真主饶恕我们犯下的错误。第二个是呢，是我们会求真主给予我们需要的东西，就是我可能就是工作上需要帮忙，学校上需要帮忙，都会去求真主。在你和真主在祈祷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会降低你的孤独感，因为有时候孤独这件事情呢，并不只是说单纯的没有朋友，而是说呢，没有人了解你，没有人了解你的那个感觉是孤独的。也就是说，即使你身边有很多朋友，但没有人了解你的话，你会有孤独。但当你知道说这个世界的造物主，他是比你还要了解你自己的时候呢，你的心中的孤独感，它其实是会缓解，它会获得安慰的。所以这是一个内在的孤独的解法。那外部的孤独解法有包含什么？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Kurban Bayram，大家会团聚起来礼拜，然后我们每个礼拜5，像今天礼拜5大家团聚来礼拜，然后我们伊斯兰也是鼓励说，大家礼拜5要一起礼，这样的奖赏赐是会比较多的，所以一起礼拜呢，也是会跟你朋友碰面，然后大家都是好兄弟，所以我们会减轻我们的孤独感。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俄罗斯的莫斯科的中央清真寺，他们在那个宰牲节的时候的礼拜规模，可以看看，在俄罗斯。你可以看到他的人真的是非常孤独，他们肯定不孤独的，
常常有，但就是1年会有2次这样子的礼拜。好，那你可以看看这边是这个是法国的那个展生节的礼拜，这是纽约的时代广场，大家在做礼拜。然后这边是刚刚看到的俄罗斯的 Moscow， 它这个规模呢，在台湾就有3种情况下会看到。第一个是周杰伦要办演唱会的时候可能会这么多人，第二个是大家去政府抗议的时候，对不对？会这么多人。第3个呢，就是穆斯林在办伊斯兰的节庆的时候会这么多人，就这3个情况。对。好，那我最后要讲的一件事就是，伊斯兰呢，他们给我们的这个软实力的影响，不单单只是我刚刚讲到的三件事，它影响我们的是一辈子。包括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安全、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跟邻居之间的关系、我们怎么跟别人讲话，这些都是纳入到我们就是平常生活的一部分。比如说，我觉得它的软实力呢，不单单只是我刚刚3个谈到，我觉得真的有太多东西可以讨论。但我今天最主要希望是说，我讲的这3个东西，在有一些人还没有体验过的话，我非常建议去体验看看，去体验《古兰经》，去体验讲阿拉伯。别人对你的看法，就是穆斯林怎么看待，可以去体验看看伊斯兰这些美食，我觉得都会对你的人生一定会有很大的改变。所以希望今天大家有收获。今天演讲到这里，谢谢大家。